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我们要来看一下我的这一颗蝴蝶兰，它的名字叫做 Flying Eagle Wilson。这颗蝴蝶兰呢，它的亲本分别是盾花蝴蝶兰 Tetraspis C1， 还有另外一个蝴蝶兰叫做 Dragon Tree Eagle 的交配种。这个兰花，如果你跟我频道一段时间呢，其实你应该不陌生。之前呢，它开过3次花，我也做了影片跟大家介绍。分别是在2019年的4月的时候呢，它有开过第一次花，那个时候来了2朵。然后呢，在6月的时候，它开了3朵花。那再来呢，第3次开花的时候是8月，它开了1朵。当时啊，我就觉得它应该已经差不多要休息了，没想到9月底的时候呢，它尾端的部分又继续往前长。那我其实当时蛮惊讶的，因为在8月底开完花的时候呢，我已经跟大家做影片，然后跟大家说，这一次它这一颗兰花在今年呢，分别来3次花，总共开了6朵。我记得当时呢，做完那个8月的影片的时候呢，我把它这颗兰花的所有今年的资料夹全部已经备份起来，想说下一次跟大家介绍这颗兰花的时候，可能已经是2020年。没想到啊，它继续长，而且这一次呢，它长了3颗花苞。既然呢，这颗兰花它是在既有的花梗上面续长续开花，那如果你是新接触这个兰花爱好的朋友呢，这种兰花它就叫做有续花性的兰花。所以呢，我个人在养兰上面的一个习惯吧，就是说在兰花它的这个花梗还没有变黄、枯黄或干枯掉之前呢，其实你都不应该剪它。我个人是不剪，原因就是因为呢，如果这颗兰花有续花性的话，它就会继续往前延伸，像这颗兰花这样子，在1年中呢，有不同的花期呢，会给你不同数量的这个开花，不同数量的花苞。特别是啊，如果你新买回来的兰花不确定这颗兰花是不是有续花性的时候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它的这个花梗变黄变枯，再把它进行修剪。否则的话呢，就很有可能会错失掉一些额外开花的惊喜。当然啦，顺便一提一下，修剪花梗这个步骤呢，我在我的频道里面也跟大家分享过多次，关于说工具的使用，还有工具上面的消毒，还有步骤，还有修剪花梗的时候，我一般都修剪在什么地方。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我的频道里面去搜寻一下相关修剪花梗的频道来进行参考。那现在我们就来稍微讨论一下这颗兰花的几个特色。第一个呢，就先说它的颜色好了，因为它的亲本里面有盾花蝴蝶兰 Tetraspis C1 这一个亲本，所以呢，它的这个颜色分布上面呢，就呈现比较是随机的就是说它有时候的这个黄色跟红色的地方呢是会不一样，每一朵花有时候都会不一样比如说我记得第一次来花的时候，它开2朵的时候呢它几乎有1朵是全红，1朵稍微有一点点黄色。它第2次开花的时候呢，来了3朵花，那这3朵花的右上半的那个花瓣呢，有1朵花是全黄，1朵花是黄跟红的渐层，另外1朵花的右上半是比较红的。那再来呢第3次的1朵花呢，也是一样，就是其中的一个花瓣是全黄，那另外4个花瓣就是红色。那这一次呢，你应该也有发现到它的这个颜色分布呢，在右上左上的黄色的分布呢，也是稍微的不太一样
这是这颗兰花的其中一个特点。再来呢，就是它有香味。这颗兰花呢，应该是沿袭到它2个亲本因为都有香味，所以这颗兰花的香味呢，也是非常的浓郁。一般来说，在我这边有香味的兰花呢，从早上呢到大概下午2、3点都还是会有香味。当然，有一些特别兰花品种呢，它的香味会持续到比较晚一点。那也有一些兰花品种，比如说很有名的叶夫人就是 Brassavola nodosa 这个兰花品种呢，它就是在晚上才会散发出香味的。那这颗兰花的这个香味呢，比较是属于粉粉的香味，有时候闻起来挺像肥皂味的，但是有时候呢，它的味道又比较清甜一点，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是因为阳光或通风的关系，造成它的味道上面稍微的不太一样。我的这一颗兰花，它的特性呢，它的这个颜色的变化上面，主要的变化都是在右上跟左上的这2个花瓣，也就是英文我们称它叫做 petal。 另外上面跟左下右下的花瓣呢，我们会叫做 sepals。所以都是右上左上会去做一些黄色红色的这个随机的颜色分布。那我还看过其他几颗的同样这个类型的兰花，它们的黄色会出现在其他的花瓣上面。那我这一颗它的特点就是基本上从以前开花到现在呢，都是在右上左上去做一些变化，所以是这颗兰花它自己个人的一个就是特点吧。这颗兰花呢，我是种在介质半水耕的种植方式里面。那它的这个介质呢，我是使用比较大颗的 hydrocorn， 它也是属于发泡炼石的一种介质。那介质半水耕这个方式呢，对这颗兰花其实那个时候我不太确定它会不会喜欢，但是一种进去之后，我发现它都一直没有适应期，而且很快的它的根系就长到底部了，蓄水池的部分。所以呢，这颗兰花其实有点瞎猫碰到死耗子，刚好喜欢这个方式，所以呢它就长得非常的好，每一年都有来花。那如果你对这个方式呢有兴趣的呢，在我频道里面也能够搜寻相关的播放清单，是针对介质半水耕来做介绍的。那这颗兰花呢，我给它的肥料呢，每一次都是只有建议浓度的1/4，也就是25%的浓度而已。那我基本上呢，每一次给水的时候，我都会给它1/4浓度的肥料。那水量上面的控制，这是新手比较不容易不掌握的好的。我给这颗兰花呢，基本上就是在1/4到1/8不等的这个水量。有时候呢比如说它感觉比较干，还有天气这边比较热，还有就是说湿度比较低的时候呢，我可能会斟酌给它比较多的水，就是1/4。那如果说天气比较凉，然后湿度比较高，我这边我知道说我每一次的干湿循环是1个星期，也就是说我下一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还会再给水的话，我就会把它的水量控制在1/8杯左右。也就是说我要来控制水量，来让它能够在就是说7天左右呢，能够达到一次完全的干湿循环。当然啦，在冬天的时候呢，因为气温比较低那有时候呢它们也是比较属于休息的状态，所以它吸水有时候不会太快，而且呢冬天它的这水分散发的速度也相对比较慢，所以在我的这个环境里面呢，基本上它的干湿循环我尽量控制在10到14天，也就是基本上2周左右。其实大部分时候在10天11天的时候，它基本上就会全干。那我为了就是方便起见我会让它撑到14天。那这样子比如说是刚好我在周末的时候呢，我就可以一并给水。兰花在冬天的时候呢，甚至夏天其实有1、2天完全干没有水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兰花只要一干你就要急着浇水，其实兰花呢怕湿不怕干，所以呢在这边呢先跟大家说一下，不用太担心。所以我这边的干湿循环在冬天的时候呢，基本上是14天。
这颗兰花呢，价格不贵，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找找看，买回来练练手哦。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